在所有冲突之中，以巴冲突似乎格外能激起全世界异乎寻常的强烈情感。这是为什么呢？2013年，德国地理学家本杰明·亨尼格制作了一系列地图，这些地图根据《卫报》在特定年份刊登的关于各个国家的文章数量，乃描绘国家的大小。地图上，美国显得臃肿肥胖，拉丁美洲则骨瘦如柴，欧洲国家被极度放大，而非洲和亚洲国家则小得令人震惊。然而，阿拉伯中东地区却显得格外突出，而且尽管整个地区都动荡不安、起义和内战频发，以色列仍然是其中最为庞大的国家之一。之后，亨内格没有再更新这张地图，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今天发布新版地图，以色列的突出程度至少不会亚于当年，甚至可能更加显眼。为什么以色列如此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它能激起如此强烈的激情？即使在今天，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已经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在黎巴嫩也造成数千人丧生，答案仍然不那么显而易见。纵观历史，美国人，特别是那些精英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从未对一场没有美国青年奔赴战场、流血牺牲的冲突如此激动。上次校园抗议浪潮，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与当前的局面相比，也显得黯然失色。我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是以色列，这是合理且重要的，但前提是要以诚实和开放的心态来探讨。然而这个问题却常常被以色列的支持者当作一种修辞工具，也就是拉丁语中的你也一样，或者简单来说就是那又怎样。人们可能会问，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数百万人丧生又怎么样呢？叙利亚城市遭到大规模杀戮和破坏又怎么样呢？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滔天罪行又怎么样呢？为什么当美军在海湾战争中杀害数十万平民时，学生们没有扰乱课堂、占领和破坏建筑物、搭建营地呢？这些问题问得没错，但如果将，那又怎样？作为一种辩护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充满敌意的反驳，一种压制批评的手段。当它与以色列联系起来时，通常会援引反犹太主义，将其作为全球怒火对犹太国家的最终解释。反犹太主义在解释对以色列的憎恶情绪方面一直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但这并非唯一因素。自从以色列建国以及1948年巴勒斯坦灾难日那片以来，巴勒斯坦就成了一个情感磁极，吸引和产生各种情感，例如宗教狂热、反殖民主义的愤怒，以及对大屠杀的内疚和羞耻。其他全球冲突也会引发高度的情绪强度，但主要是在冲突发生的地区以及发动冲突的民族社群内部。俄罗斯痴迷于乌克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种族冲突，已导致数百万人丧生，但很少有非俄罗斯或非洲血统的美国人像他们对以巴冲突那样投入如此强烈的情感。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之所以在公众舆论中如此突出，不能仅仅用死亡人数来解释，也不能仅仅用加沙或黎巴嫩被摧毁的程度来解释，更不能仅仅用巴勒斯坦人作为流离失所和受压迫人民的地位来解释。还有其他民族也面临类似的困境，例如霍尔德人、马萨利特人、罗兴亚人、萨拉维人和雅兹迪人。所有民族冲突都会激起情感的浪潮，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引发的却是海啸。或者换个比喻来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就像情感电流的抽到题，没有任何其他问题能与之相比。巴勒斯坦独特性的根源在于其历史过往。在19世纪，巴勒斯坦对于基督教徒、为犹太教徒和穆斯林而言，其古老的宗教意义开始被政治化。首先，巴勒斯坦沦入了欧洲的殖民轨道，随后它既成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渴望建立犹太家园的目标，也成为了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舞台。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英国受国际联盟委托统治巴勒斯坦时，巴勒斯坦作为政治情感的主体和客体的意义进一步扩大。犹太复国主义者
最初觉得英国的统治令人鼓舞，但随后却变得怒火中烧，因为他们早期对犹太主权的期望，在英国试图平衡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承诺，与在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历史变成了对背叛的指责。反过来，英国的委任统治也激怒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他们在亚洲各地争取独立的努力取得了进展，但在巴勒斯坦却处处受阻。这些政治框架下的情感反过来又被宗教情感所加强和放大。1929年，有传言说犹太人计划购买耶路撒冷旧城的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大院，这引发了巴勒斯坦人阿克萨清真寺危在旦夕的呼声。这句话一直沿用至今。1931年，耶路撒冷穆夫体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与印度穆斯林领袖肖卡特·阿里在耶路撒冷共同召集了世界伊斯兰大会。这次会议强化了一种观念，即巴勒斯坦不仅是泛阿拉伯关注的问题，也是泛伊斯兰关注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当全世界的犹太人从欧洲犹太人遭受的种族灭绝的打击中缓过神来，团结起来呼吁建立犹太国家之际，巴勒斯坦逐渐成为了反殖民主义愿望的象征。在西方世界这个对大屠杀负有责任、纵容甚至袖手旁观的世界里，犹太人的命运是一个敏感且令人不安的话题。尽管口头上对幸存者表示同情，但欧洲或美洲几乎没有国家愿意遣返他们或大规模的作为难民接纳他们。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将幸存者转移到巴勒斯坦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绝大多数犹太人的拥护，却遭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及整个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同样强烈的反对。在战后初期世界充满了危机，中国的内战和希腊的内战，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之上的反殖民起义，以及欧洲东西方的分裂。即便如此，当时广为人知的巴勒斯坦问题仍然具有最广泛的全球影响力。与被殖民人们的团结晋升，促成了当代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强有力支持。在1947年和1948年，联合国就巴勒斯坦分治问题进行辩论。1948年战争爆发，以色列建国以及巴勒斯坦灾难日发生的那些年，关于巴勒斯坦的全球讨论进一步扩大，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期间1948年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美国对巴勒斯坦事件的反应，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巴勒斯坦问题在亚洲，从阿拉伯中东到次大陆地区，西欧和拉丁美洲更为突出，也更具争议性。它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中心地带既是巴勒斯坦斗争的观察者，也是参与者。面对国际社会对分治方案的支持，许多阿拉伯穆斯林感到难以置信、愤怒，并深切担忧犹太国家将主导该地区。在次大陆地区与被殖民人民的团结精神，以及对于印度穆斯林而言与同宗教信仰者的团结，促成了当代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强有力支持。与中东地区相比，这种支持也更加审慎、较少，倾向于利用反犹太主义的论调。在欧洲大屠杀引发了基于同情、羞耻和内疚的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但反犹太主义和冷战时期的政治考量也导致了对建立以色列的相当大的疑虑。在拉丁美洲，大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社群的存在，该大陆自身反抗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斗争遗产，以及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共同孕育了对巴勒斯坦冲突双方既相互竞争又相互矛盾的同情。从联合国关于分治问题的辩论开始，这3大多的情感反应就一显而易见，并形成了一幅复杂的画卷，其中大部分至今仍清晰可见。当1947年2月，英国将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时，阿拉伯联盟各国的代表就将巴勒斯坦视为阿拉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强烈要求将巴勒斯坦建立为一个阿拉伯国家。这些阿拉伯领导人感到难以置信，并且义愤填膺。他们认为，联合国这个被殖民强国主导的组织，竟然会自以为是地干预巴勒斯坦走向独立的自然道路。巴勒斯坦各政治团体的联合组织阿拉伯高级委员会 HHCD
抵制了联合国的调查。尽管如此，1947年7月，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 UNSO 的成员在日内瓦会见了巴勒斯坦领导人穆萨·阿拉米，并在贝鲁特会见了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政治和外交人物。他们都强烈要求他们所谓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称之为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或者更少见的直接称巴勒斯坦人，获得国家地位。他们以普世人权、人民主权原则以及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历史存在为由，为建立巴勒斯坦国辩护。反过来，他们将犹太复国主义描绘成英国以及最近美国的殖民主义的帮凶。这里理解的殖民主义指的是大国渴望对中东进行政治和经济控制，而目前流行的定居者殖民主义概念的核心，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当时还几乎没有开始。阿拉伯外交官们与长期以来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保持一致，也否认犹太人构成一个民族，因此他们无权享有自决权。阿拉伯外交官们坚持认为犹太人只是一个宗教社群，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将在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得到保障。无论人们是否认同这些论点，他们都具有历史和伦理基础。然而，这些主张背后所蕴含的怨恨和愤怒，却导致了对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观点的接纳。叙利亚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法雷斯·库里在联合国大会上声称，犹太人对巴勒斯坦没有任何权利，因为90%的东欧犹太人是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可萨人的后裔，与古代中东地区没有任何联系。可萨人假说认为德系犹太人的起源可追溯到中世纪可萨汗国，在高加索地区一次可疑的大规模皈依犹太教事件。这种假说在当时阿拉伯世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中被普遍引用，并且至今仍然流行。库里还补充说，选择巴勒斯坦来满足犹太复国主义的愿望，并非出于人道主义同情，而是因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企图对整个东方世界发动经济入侵，并为此目的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桥头堡，作为他们活动的总部。他认为这样一个国家必将依赖美国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的同教信徒。这些人迄今为止一直用美元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给他带来了库里所谓的繁荣的表象。在1947年末，当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爆发冲突时，阿拉伯公众的言论在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争目标和手段的现实评估与离奇幻想之间摇摆不定。阿拉伯高级委员会指责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将阿拉伯囚犯钉死在十字架上。1948年1月，奥地利驻安卡拉大使谈到一些温和的阿拉伯人愿意接收分治，但他们担心，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忧是准确的，犹太人会渗透到联合国划给阿拉伯国家的领土。然而到了5月，约旦驻安卡拉大使却表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计划入侵整个黎凡特地区，并且阿拉伯军团的部队已经发现了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地图，证明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犹太帝国的野心。1948年，阿拉伯高级委员会 HEC 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分治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在准确描述和恶意编造的神话之间摇摆不定。小册子指责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实施野蛮和蓄意的暴行。1948年4月，在耶路撒冷西郊代亚辛村发生的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中，约有100名阿拉伯平民遇难。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一行径，在一定程度上为真指控提供了依据。例如，埃及驻维也纳大使馆就对这起屠杀事件回应说，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目的是彻底消灭这些领土上的阿拉伯成分。然而，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的小册子更进一步，声称犹太人天生就具有永恒的和超自然的暴力倾向。他们冷血且精心策划的种族屠杀计划，是他们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首次进入巴勒斯坦时所采用的伎俩的重演。阿拉伯高级委员会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野蛮行径
反映了他们长期以来作为国际阴谋家、重要国家宣传渠道的控制者的地位。以犹太机构为代表的犹太全球势力，实在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狂热和恐怖主义的社群，成为可能他们所使用的暴力手段只有纳粹才能与之匹敌。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甚至指责犹太复国主义军队曾将阿拉伯战俘钉在十字架上。这种语言不仅反映了仇恨，也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恐惧。这种恐惧是被联合国在1947年11月批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所煽动起来的。在分治决议通过的第二天，叙利亚教育部长穆尼尔·阿基拉尼谈到要解放巴勒斯坦，并在反对我们的巨大世界阴谋中捍卫阿拉伯特性。阿基拉尼担心叙利亚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即将面临一场灾难。此后不久，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将巴勒斯坦描述为穆斯林世界捍卫伊斯兰教的第一道防线，并在1949年将以色列的建立描述为犹太人阴谋反对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的产物。阿基拉尼将灾难那格玛一词应用于整个阿拉伯世界，而不仅仅是特指巴勒斯坦人。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后来几十年被称为巴勒斯坦灾难日的开端，即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园和故土。尼亚当时有着更普遍的含义。叙利亚知识分子康斯坦丁·支耶克在他的小册子《灾难的意义》1948年中用灾难 Nakba 一词来描绘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落后和虚弱，以此反衬其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的作为强大力量和坚韧不拔。作为泛阿拉伯政治的热情倡导者，兹瑞克将以色列视为建立强大、充满活力和健康的统一阿拉伯整体的最大威胁。他担心，如果在当时的局势下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犹太复国主义的危险将像癌细胞一样逐渐渗透到我们病态衰弱的躯体之中。总有一天，我们会幡然醒悟，却惊慌地发现，整个巴勒斯坦都将落入精力充沛、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少数派手中。更令人担忧的是，兹瑞克在1948年5月31日一次电台广播中说道，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所拥有的增长和扩张能力，将使阿拉伯世界永远受制于他们的摆布，并将麻痹阿拉伯世界的活力，阻碍其在进步和文明阶梯上的发展和演变。如果这个阿拉伯世界还被允许存在下去的话，我们仅仅是为了自卫，抵抗一场阴险的侵略，并为了保护我们自身的生存而斗争。在阿拉伯人对战争的回应中，操纵和真诚相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戴尔·亚辛川大屠杀后不久，阿拉伯高级委员会 AHC 秘书侯赛因·法赫里·哈里迪指示巴勒斯坦广播公司阿拉伯语部门以最骇人听闻的措辞来描绘暴行。哈里迪希望关于犹太暴行的耸人听闻的叙述能够增强巴勒斯坦人与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做斗争的决心，并劝阻他们逃离家园。但事与愿违，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都加剧了巴勒斯坦人对其生命的恐惧，并加速了巴勒斯坦人的逃亡。即使阿拉伯人有时有意夸大犹太人的恶意，但这种恶意本身是毋庸置疑的。在1947年和1948年，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惧和仇恨，与对世界各地和整个历史中犹太人的恐惧和仇恨交织在一起。在南亚，穆斯林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同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事业，但在1947年和1948年，印度的分治及其后果，使得他们对巴勒斯坦的关注显得相形见绌。1947年8月至1948年1月期间，至少有1000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别逃往印度和巴基斯坦，有100万人死于社群暴力。或许是由于这些原因，又或许是因为与阿拉伯穆斯林中心地带的地理和文化距离较远，印度穆斯林的言论相对而言没有受到反犹太主义的影响。穆罕默德·查夫鲁拉汗这位在印巴分之后成为巴基斯坦首任外交部长的政治家，和穆斯林联盟一样，都曾严厉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穆斯林联盟是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捍卫印度穆斯林利益的政党。然而，在回忆录中，汉批评他在联合国的阿拉伯同僚诉诸反犹太主义，他认为这对他们的事业来说是不必要的。他认为阿拉伯穆斯林用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的。
言论削弱了有力的论据。演讲者们花费了大部分时间，徒劳地试图证明前来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人并非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属于一个名为可萨的俄罗斯部落。他们的祖先在遥远的过去皈依了犹太教。阿拉伯事业的方方面面都如此强大和公正，以至于用这种不相关的论据来支持它，简直等同于削弱它。1940年，汉提出了一项巴勒斯坦联邦方案，既不进行分治，也不进行人口转移。他声称，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带强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将构成一个严重的动荡因素，不仅在巴勒斯坦境内如此，而且还会危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国际安全。1947年，汉在联合国重申了这些论点，而穆斯林联盟则强烈反对任何以正在进行的印度分治为参照，来为巴勒斯坦分治辩护的做法，接受巴基斯坦建国的印度穆斯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同印巴分治的，而巴勒斯坦的分治却是强加于阿拉伯穆斯林的。印度穆斯林领导人指出，印度分治是基于各省的人口多数原则，而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只在特拉维夫及其周边地区占多数。印度媒体强烈支持独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拉赫尔的杰出法学家，印度驻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 ENSO 代表穆罕默德·阿卜杜尔·达哈曼原则上反对巴勒斯坦分治，而这立场也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当他为委员会工作时，他的祖国正因分治而四分五裂。阿卜杜尔·拉赫曼家人被迫逃离在德里的家园和财产，才勉强抵达拉赫尔。在总理加瓦哈拉·尼赫鲁的压力下，阿卜杜尔·拉赫曼向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提出了类似于汉的设想的犹太简阿拉伯联邦方案，但他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国，并保障犹太人的宗教自由。对于分治投票的结果，阿卜杜尔·拉赫曼感到失望，他预言巴勒斯坦的分治将会带来恶果，并写道，在全世界没有其他任何土地像这里一样能激起如此强烈的宗教情感和情绪。在投票1年后，阿卜杜尔·拉赫曼写信给另一位委员会成员及曾经有力支持分治的加拿大法学家伊万兰德，信中说：“请不要认为我狂妄自大，我怀着谦卑之心说这番话，但我仍然觉得联邦治过去式，而且将来也可能是巴勒斯坦的最佳解决方案，就像它本应成为我的国家的最佳解决方案一样。